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充满创意与实用干货的小蔬果世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电池可以说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清晨唤醒我们的闹钟，到夜晚陪伴我们娱乐的电视遥控器，再到孩子们手中充满欢乐的玩具，电池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这些电池电量耗尽，我们习惯性的将它们丢弃时，其实是在错过一个个生活小帮手呢。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揭开废旧电池那些不为人知的奇妙用途，让你惊叹原来这些小物件还有这么大的能量。让罢工电池重燃电力。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电池种类繁多，从常见的5号、7号电池到形状各异的纽扣电池，它们在为各种设备提供动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电量耗尽的时刻。很多人觉得，当电池没电了，就意味着它的使命结束了。可事实并非如此。你有没有注意到，当电视遥控器突然失灵，你第一反应是换电池，可换下来的电池其实还有余力。这时候，我们可以把电池取出来，轻轻转动一下，再重新装回去。这看似简单的操作，却可能让遥控器起死回生。这是因为在电池使用过程中，内部的电极和电解质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状况，通过转动电池，能让它们重新更好的接触，从而释放出剩余电量。毕竟电视遥控器的耗电量相对较小，这些额外的电量足够支撑它继续工作一阵子了。要是遇到那种彻底没电，怎么摆弄都不行的电池，还有更神奇的办法。准备一把钳子或者一双筷子，把没电的电池稳稳地放在筷子中间，然后缓缓用力按压一会儿。在这个过程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原本罢工的电池居然又能输出电力了。这背后的科学原理是，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在电量耗尽时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变得缓慢。按压电池可以促使内部的化学物质重新分布，让那些尚未完全反应的物质再次活跃起来，产生电能。虽然经过按压后，电池剩余的电量有限，但对于像煤气灶打火电池、玩具车电池这类耗电量不大的设备来说，这些电量已经足够解燃眉之急。想象一下，你正在厨房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却发现煤气灶打不着火，而此时外面又不方便买电池，只要用这个方法按压一下电池，就能继续烹饪美食，是不是特别方便？不过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能用牙齿咬电池来试图恢复电量。电池里含有汞、镉等重金属元素，一旦接触到牙齿，会对牙釉质造成损害，长期下去还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所以，为了我们的牙齿和身体，这种危险行为可不能尝试哦。轻松告别静电烦恼。在干燥又多风的季节，静电就像一个调皮的小精灵，总是在不经意间骚扰我们。晚上脱衣服睡觉时，黑暗中噼里啪啦的声响和闪烁的蓝光，仿佛是一场不太受欢迎的烟火表演。与人握手时，那突如其来的刺痛感，瞬间能让愉快的氛围变得有些尴尬。特别是小朋友们，他们对静电更加敏感，常常被吓得哇哇叫。不过别担心，废旧电池可以成为我们对抗静电的得力助手。拿出一节废旧电池，用电池的正极在衣服上轻轻摩擦几下，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衣服上的静电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消失了。这其中的原理是，在干燥的环境里，衣服容易因为摩擦而带上静电，这些静电其实就是积聚在衣服表面的电荷，而电池的正极带有正电荷，当它与带有负电荷的衣服表面相互摩擦时，正负电荷发生中和反应，从而消除了静电。这个方法简单又便捷，随时随地都能操作。出门前，在包里放一节干电池，一旦感觉衣服有静电了，拿出来在衣服上擦几下，就能轻松摆脱静电困扰，再也不用担心被静电电到了。
自制经济实用触屏笔。如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形影不离的伙伴，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对它的各种功能喜爱有加。很多老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会选择用触屏笔来操作，这样更加方便、准确。但一支质量好的触屏笔，价格不算便宜，而且还容易丢失。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废旧电池来制作一个免费又好用的触屏笔。智能手机的屏幕大都是电容式触摸屏，它是通过检测人体手指触摸屏幕时产生的电容变化来确定触摸位置的。而电池的负极通常是由金属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当我们用电池的负极去触摸屏幕时，就相当于模拟了手指的触摸动作，屏幕能够感应到触摸信号，从而实现各种操作。用废旧电池代替触屏笔，操作起来和手指一样灵活，而且在冬天戴着手套的时候，优势更加明显，不用再为了操作手机而在寒冷的天气里不停地脱戴手套，只要拿出废旧电池，轻轻一点，就能轻松搞定各种操作。平时出门，把废旧电池放在衣服口袋里，方便随时取用，是不是既省钱又实用呢？4. 让剪刀重归锋利。家里的剪刀用久了，就会变得越来越钝，曾经轻松就能剪开的布料、食材，现在剪起来却费劲得很，甚至连薄薄的纸巾都剪不整齐，让人十分烦恼。如果自己不会磨剪刀，拿去外面找师傅磨，不仅麻烦，而且费用可能都够买一把新剪刀了。但剪刀本身并没有损坏，扔掉又觉得可惜。别着急，废旧电池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用剪刀去剪废旧电池，多剪几次，剪刀就能重新变得锋利起来。这是因为废旧电池的外壳材质通常具有一定的硬度和粗糙度，在剪电池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对剪刀的刀刃进行一种自然的打磨。具体操作方法是，把电池卡在剪刀的中间，然后一边缓慢地转动电池，一边用力按压剪刀，让刀刃与电池充分接触并摩擦。在打磨过程中，要注意左右移动电池的位置，不要只在同一个地方打磨，这样可以确保剪刀的各个部位都能得到均匀的打磨。大约打磨3-5分钟左右，就可以停下来试试看效果了。你会惊喜地发现，原本钝钝的剪刀，现在剪东西变得轻松又顺畅，就像新的一样。如果你的家里也有钝了的剪刀，不妨试试这个方法，简单又实用，还能帮你省下一笔买新剪刀的钱呢。5. 废旧电池的正确归宿。虽然废旧电池有这么多神奇的用途，但如果电池真的已经完全耗尽电量，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我们在丢弃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废旧电池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随意丢弃，这些有害物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渗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土壤被污染后，肥力会下降，影响植物的生长。水体被污染后，水质会变差，危害水生生物的生存。而这些被污染的土壤和水体，最终可能会通过食物链进入我们人体，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所以，为了我们的环境和自身健康，当废旧电池无法再利用时，一定要按照垃圾分类的标准，将它们投放到有害垃圾桶中，这样，专业的回收处理机构就可以对这些废旧电池进行安全、环保的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对环境的危害。好了，今天关于废旧电池的各种奇妙用途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些方法能让大家重新认识废旧电池，让它们在生活中发挥更多的价值。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些实用的小知识。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呀。我是小蔬果，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